哎，这魏家就没有一个好相与的。魏使君当日在铺中就知道您是女君，还故意出言调戏，今日又将手镯给送回来，故意接近女君。保不齐这手镯就是魏使君藏起来的。他这个人也太狂浪了吧！那万一以后做出更出格的事儿，咱们怎么办呀？我就是有此担心啊。要不咱们告诉南君吧，免得他恶人先告状。小桃，这种事情无凭无据的，万一南君是认为女君故意挑唆他们兄弟关系，那可就不好了。那，怎么办呀？手镯丢了，我敢告知他与他商议，可他表兄出言无状这件事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说。走了。南君回来了，手镯的事儿不必忧心了。这是玉镯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南君说的是，我不用再为玉镯的事忧心了。那失而复得，确实更好。多亏了魏使君，玉镯才能找到。他找到的。是啊，说来也奇怪，那日他来，手镯就丢了；今日他又来，手镯又找到了。看来这镯子跟他真是有缘。的确是有缘分啊，他才会如此上心。哎，你怎么没告诉我你跟他见过呀？啊，还未认亲，不曾私下见过。库房的时候也是隔着屏风说的话，所以好奇魏使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想问问南君。讨女子欢心这件事上，我的确不及他。南君匆匆忙忙是从哪儿回来呀？昨天在衙署待了1月。哦，南君真是勤勉。勤勉什么呀？白忙我一场。这是哪家女郎啊？不，夫人装扮，是位夫人吧？怎么这次角色没受标记啊？直接。主公，人呢？使君说想让他出来，您得亲自上去抢。不，你知道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的。你不是经常来吗？把他叫出来。我来都是哄姑娘，醉汉我哪哄过呀？不会。上回我来。
知则安之，去照顾好威侯。是。威侯，走开，走开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威侯不需要，都下去吧。是。不是你表兄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明知道我不喜欢这种地方，还约在这儿见面。今日有一事，想请你帮忙。何事啊？你与外祖母平日都劝我收心，近日我遇到一位喜欢的，帮我寻寻。真的？你若真能收心，远离这些风花雪月的地方，我自然会帮你寻。如此甚好。说吧，谁家的姑娘，在哪儿遇到的？在豫郡，但也不知是谁家的夫人。夫人？你是不是耍我呢？话说得好听，真到我有事求你的时候，就是这种态度。这是帮忙的事儿吗？你调戏人妇，何等无耻！这话你还好意思说出口？你跟外祖母不过就是看我留恋酒肆，辱我家风，非要说什么好话，说替我筹划未来。你要真能收心的话，这魏国最好的女子，祖母也替你学的。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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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可不是你。为了权势，可以和仇家的女子在一起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感情这个事儿你不懂，感情得相处之后，你才知道两个人合不合适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不是你，没有闲情，在一个人身上空耗着。哎，这样，你告诉我，这女子长什么样？放心吧，我一定替你找到，然后去告诉人家，安分守己，远离你。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你才没安好心呢！仲林，仲林，仲林，你。使君。魏侯的玉牌掉了，送去魏府，交于女君。瞧着威侯刚走，且追上去，还给他便是。我说的话没听清吗？是。乔魏联盟的事，交给我来办。我为你留了一手暗棋，必能替你解忧。少主切不可忘记，此番回来魏国的真正目的。他是让你来帮我的，不是让你来教我的。属下不敢。你不会以为我是真喜欢上那个女子了吧？少主英明。哎，这大半夜的，主动给咱们叫过来要干嘛呀？我这刚到罗中坊，这屁股还没坐热呢。不是罗中坊那么多女子，你就不怕挑花眼吗？你就不懂啊？这各个女子都有各个女子的好，你这鱼脑子什么不明白？哎呀，我咋不明白了？渝州女子爱沾头花，燕州女子爱配兰草，这我知道。什么兰草？我看燕州人最爱的是墙头草。哎，笑说的对。
来，小谭，你闻闻我身上，看看能不能闻出什么味道。是脂粉气，南京今日去94了，这都能闻出来？赶紧找套干净衣服来。是。啊，对，如果女君来请我，你就说我公务繁忙，不回去了。啊，女君并没有常人来去，没请。女君近日忙于太夫人寿宴，就连春娘、小桃姑娘、小枣姑娘也都跟着忙起来了。啊，原来有正事儿啊！主公，你找我们。正好。这画像上的女子，寻得之后，如果是梁家的妇人，就告诉她，离我表兄远一点。是。行了，去拿衣服。哎，我这玉牌呢？嗯，没有啊。哦，许是落在寝屋了，奴去问问女君。哎，过来。不可能，今早出门的时候还在。你派人出去给我找找，此事不得声张，尤其不能让女君知道。是。女君，女君，怎么又毛毛躁躁的？女君，这个是罗中坊刚才一个酒娘送过来的，说是南君留下的。南君去了罗中坊。寻人所记是未躲的本事，他不在，主公让咱们出来找，上哪儿找去？那咋办呀？张网，悬赏寻人？疯了！使君的心上人，大张旗鼓的能行吗？别废话，打开看看。这不猜的了吗？也不知道谁记的呢，半天也猜不开。栋哥，灌溉呢？那是不是小头了？这哪是小桃？这比小桃小了2号。不是，你看谁都像小桃。不是小头吗？快点！呀，这是小头！你眼睛长毛了，这哪是小桃？身量纤纤，怎么可能是他？这不是画的吗？你看有头发，有衣服，还长这么好看，还有个燕州兰草，那就是小桃嘛。有兰草就是小桃了。燕州来的为什么不能是春娘呢？春娘？没这么年轻嘛。就是小桃。要是小桃的话，我觉得倒是好事。使君万一喜欢的是小桃，免去我们一桩烦恼，省得这丫头每次见到我们都威胁要嫁给我们。说的对。怎么了，盾哥？是使君找我吗？这是不是你了？怎么了？嗯，不好意思啊，认错了。刚才还是小桃的。给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南君衣服啥时候送来的？这酒味混着脂粉味儿，南君就是去罗中坊了。跟女君说一声。小桃姑娘啊，不是我说，魏良将军，大白天的你不上教场练兵去，成天往后宅跑啥呀？南军都没你来的勤。我这不只是为了给主公办差吗？后宅能有你什么正经差事儿啊？行了，你这2日有没有出府了？怎么了？那就是出去了。哎，我出去怎么了？哦，行，你们男人整天流连酒肆，我们女人家出去逛个集市都不行啊？不是逛集市归逛集市，但是碰见陌生男子，你该避也得避一避嘛。啥意思？我是个粗人，不会讲话，但是我为了你好啊。魏使君是个啥样的角色了，你心里应该比我们清楚呀。我们兄弟4个人加起来都没他1个人坏。徐太夫人不约束啊，主公也没法管。你不能被他的花言巧语蒙蔽了心智，动了不该动的心思嘛。
这事儿连你都知道了？那可知道了。那也不能赖我呀，我能有什么心思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真是为了你好呀，你看看，人家这样找你，画像都画出来了，四处寻你了吗？你要是真想嫁人，你从我们4个里挑一个呗。我还挑一个？你们4个都跟你一个眼神啊？这是我吗？嗯，不是你。这不女军吗？哦，不是你哈。哎呀，不是你，气色不错啊，桃儿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肯定不是小桃，这都多余一问。真傻了你啊！不是小桃更麻烦。呀，那魏使君看中的是女军，那你也看中的是小桃啊？不敢瞎说。什么？使君进仙闹到了南军处啊？女军，在这个节骨眼上绝对不能怄气，需要跟南军解释清楚，是使君浪荡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南军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咋样了？吵起来没有？你少在这猫哭耗子啊！哎，我看你巴不得南军训斥女军，然后再找个理由把我们赶出余郡，赶回燕州。可不敢瞎说嘛！怎么回燕州了？我们从来没有赶过，是你们想回的吗？我们可没赶。回燕州嘛，没出息。哎呀，2位将军，求求你们别再吵了。听说你近日很是忙碌啊。是，府上琐事甚多。你跟小桃经常去集市，负责为寿宴采买，也辛苦了。倒也不是为了祖母的寿宴，是去寻些不见的东西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？你寻物，我寻人。不知道南军寻人顺不顺利？我倒是挺顺利的，被人家赶着上门送上来了。这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罗中坊的九娘送来的。胡说八道！我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九娘手里？而且我从来不去那种地方。所以妾才想不通，近日觉得苦恼呢。自己家的东西轻而易举就到了别人手里，玉镯也说不见就不见。妾身为府中女君，可能确实看管不力，还望南君责罚。想不通就别想了。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这东西为什么在九娘手里，我不许外人近身的。这东西虽然在九娘手里，但可能却不是南君给的。南君近日可见了什么人啊？也没见过什么人呢，就跟表。要如此说的话，我还真去了一趟酒肆，但是没叫九娘相陪。我向来厌烦那些。南君出去应酬，应是如此，不用向妾解释。南君这手里可是要给我看的东西啊！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有什么话可以跟我直说？你今天明知道我拿着画像来找你干什么？你给我装什么不明白？我说过，我有话会直说。问题是南君要听啊！你今天一心想要为难我，盛怒之下怎么会听我辩解？你就直接跟我说，你为何跟他在玉虚坊相遇，又为何让他对你过目不忘？好啊，那南君是要责罚我，还是责罚表兄？你认为我跟他有兄弟之情，怕我空信他一面之词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跟你是夫妻？我也想听听你如何解释。这人非草木。罢了，表兄这人一向不爱守规矩，但他应该也不至于做出唐突兄弟媳妇的事。明日等他拜见祖母之时，我亲自带你过去跟他说明白。
而且这件事儿也不是你的错。刚才是一时气话，还望南君勿怪。这事就当过去了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你外祖母啊，早就备好了各色糕点，就等着你来。这一身酒味都没散呢。玩乐归玩乐，与那些酒娘混在一起，这到底是过分了些吧？母亲，小秋。仲林，外祖母呢？外祖母等你多时，如今在院中呢。哎，等一下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乔氏，你不在的时候我娶的心腹。表兄，弟妹。都说央水10分色，双书占8分，此言不虚。那是自然了。是我糊涂了，忘了给你们介绍一下。今天就算正式见面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就是一家人了。那是自然了。不过舅母指着的对，我呢就是缺一门像仲林这样的好亲事，不然何至如此啊？我只是说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好妻房，才好酒的。行了，祖母等着你呢。去。外祖母，师爷来赔罪了。哎呀，恭迎魏将军！魏将军一路奔波辛苦了，府上已经准备好了酒菜，为魏将军接风洗尘。来，不必麻烦。永宁渠进展如何？永宁渠进展得非常顺利，再有些时就可以竣工了。只可惜呀，听说兴都那边进展的有些缓慢，得等他们竣工了才能通渠。县令先带我去看看永宁渠。也好，魏将军这边请。好车！使劲接住！好！参见魏侯。仲林，为何恕罪？事前冒失了。无妨。这是表兄新找的酒娘。是啊，你若是喜欢的话，我让与你便是啊。你不觉得他有点眼熟吗？你们都先下去。仲林啊，我看你现在看谁都像是你家的乔氏。这几日呢，表兄回到余郡有一阵子了。之前都是因为琐事闹得不开心。这事怪我，我应该早点让你跟乔氏相认的。来，给你赔个不是。仲林，讲实话，我不喜欢你的心气啊。攀高到魏家，便惹出如此多的事端，今后还不一定留着多少招式。你要知道，魏国与乔家是世仇，你要提防着。之前那些事都是误会，而且我与他成亲之时已经跟他说过了，只做魏家府，
不再是乔家女。嗯。不过乔家把她嫁到魏国联姻，这又拱手相让的盘义，这其中有多少利益权衡？乔家何时做过赔本的买卖呀？她虽然有一些聪慧，但是毕竟是个弱女子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而且表兄有所不知，之前在盘义，我很轻易就把盘义印信骗到手了。哦，又把他赶出了新都。后来来于郡，我直接把他扔在城外，让雨淋了3天。这桩婚事是我点头同意，最后再促成的。那她现在是魏国的女君，这还不是最终顺了她的意？那还不是因为她帮我修了永宁渠，可伯牙插上了乔家的旗帜，但我转眼就打了孝刚啊，此事不亏。老兄，我知道你有所防范，都是为了魏国。不过，我跟他的关系是公事儿，也是私事儿，我自有分寸。如今为他已经成婚，希望表兄善待家人，不要让祖母担心。那是自然啊。那这话还给你，画中的人我也未寻到。哦，那别多谢众人了。吃饭，饭我就不吃了，衙署还有事儿，下次再来陪你出去。饭也不吃，醋菊也不提，酒就喝一杯。将军，如今两地都已竣工，下游疏通，上游也已完成蓄水，只待开闸永宁渠便可正式开渠。开闸！只知道荣郡闹饥荒，没想到如此严重啊！今年荣郡少有雨水，灌溉水不足，由于干热风导致小麦枯守，粒重较往年减产过半。我们郡守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特地叫奴前来求助主公。荣郡时有旱情发生，去年就闹过饥荒，幸亏有主公调粮，虽然价钱高了一点，但是勉强说得过去。今年除了于郡，魏国全境收成不好，要再想调粮，恐怕有些困难。饥荒要是一起，百姓无论是反是逃，对政局都不稳。这民间素有囤粮大户，向他们收一点，哪怕价钱高一点也无所谓。我们郡守说，主公在外面打了3年仗，民间囤粮早已所剩无几。不，咋又说回我们了嘛？啊，这不想办法了吗？难道让百姓自生自灭？那汉军那边呢？已给魏典将军去信，让他协调调粮。回信说已无粮可调。这个魏典，那荣郡的粮食还能撑多久？最多1个月。南军可是在为荣郡饥荒一事而忧心。你消息倒是灵通啊。今日小谭来送荣郡郡守给祖母寿礼的时候知道的。百姓受苦，切勿心忧。
南君要是有什么难处，不妨跟我说，望能为南君解忧。先吃饭，不谈正事儿。窃听闻这燕州地处北方，那里的人声音洪亮高亢、粗犷，就像是江河奔腾。而这耀州呢，地处南方，那里的人的声音细腻温柔、轻言软语，如涓涓细流。南君可知为何啊？原来这人的嗓音粗细和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可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！应该是一方作物养一方人，更为贴切。南君所言极是。听闻魏国喜种春麦，春麦的抗旱能力极强，就像是魏国百姓一样，性格坚韧。可是春麦虽好，产量却不高，若是遇到极旱的天气，便会颗粒无收。的确，这荣郡便是如此。那南君打算作何啊？只能向各郡县去募集粮食，看看能不能帮荣郡渡过难关吧。借粮可解一时之急，但绝不是长远之计。荣郡的饥荒源自旱灾，若是想根除此祸，南君是不是应该将这永宁渠一路向南修建至荣郡境内？若是能保证灌溉，那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饥荒了。我看你想的，不是想要根除此祸，是要祸水东引吧？南君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可太懂了。这修渠需要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新都到荣郡路途遥远，若修此渠，我必然没有大量的精力去攻打燕州。而且这荣郡毗邻边州，我若修成此渠，我对边州的威胁要大于燕州。你不就是这么打算的吗？我可没有想这么多。以你的脑袋，想的只会更多。南君所言，确实是妾心中所想。提议修渠，确实有为燕州谋划的私心。魏国修渠耗时耗力，可为燕州取得片刻安宁，此事不假。可若是此渠通至荣郡，可以惠泽魏国无数百姓，此事亦真。此渠要是修通了，可为燕州延数岁之命，但可却为魏国建万世之功。你算计的倒是坦坦荡荡。不过此事我自有打算，以后你也不必再提了。先吃饭。仲林在否？使君，南君现在在衙署办公，不在书房。好，那我便进去等他。恐怕有点不太方便进去。有何不便啊？难不成仲林在书房藏了姬妾？表兄，小谭，你是怎么当的差呀？放外人进仲林的书房？此事不怪小谭，是先前南君说过，如若我需要取阅一些资料、书籍，可以自己随时来拿，不需要再向他请示了。荣郡风物志。你一个乔家的女子，
尽盯着我们魏国钻磨啊。我虽是乔家人，但是查阅书籍的权利还是有的。你敢说，你嫁与钟林，没有暗藏私心，利用钟林吗？这是我和南君自己的事情，就不劳表兄费心了。而且，你别忘了，魏家与乔家是世仇，魏家不会把你当自家人的。妾先告退了。龙俊旱情严重，你赶紧将这封信送给大伯。是。此话当真？我在魏游历时认识的此人，他家素有存粮，答应将粮食以市场2倍的价格卖与我们。这些粮食虽解不了荣郡饥荒，但至少可以稍加缓解。多谢表兄，我待会儿呢就让魏良他们安排下去。钟林，有件事我不知当不当讲。表兄请说。昨日我来书房寻你，见弟妹出入书房自由，还拿了简牍。我知你2人琴瑟和鸣是好事，但他毕竟是乔家人。书房如此重地，你不设防？我都答应他可以随意出入了，哪有收回的道理？而且这屋子里也没什么重要信息的简牍，无妨。我问过小谭，他说弟妹拿的是荣郡封屋制。你可知他今早进英州送去一封急信？表兄放心，女君心地纯善。我看是你心地纯善吧？此事那么可疑，你查都不查？你真的可以放心，因为那封信我已经逐字看过了，里面的内容就是记录了一些荣郡当地的风土雨水，包括百姓喜爱种植的作物。目的呢，也并非为了泄密，目的是向燕州求麦种。求麦种？这李军还是心系百姓的，他也期望有一天修通水渠之后，当地可以种植燕州粟麦。此麦种如果水土适宜的话，产量要比荣郡的春麦高出许多，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荣郡的旱情。我还当你全人信任弟妹，未曾想也监看着弟妹的信件。我身为魏国家主，哪来的全人信任呢？自然会有所防备的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辎重车辆一共要行进14里，总共需要运送500担粮食、700担黑豆。那每一个辎重车呢，需要运送12担粮食和18担黑豆。那需要10个人7匹马，那我需要3。谁在那笑我了？哎，小桃，盾哥。掰着手指头算什么呢？手指头够用吗？哎，小桃，可算碰见你了。你会数数，你帮我算一算呗。你说说呗。我现在需要10个人7匹马。10个人7匹马咋了？主公之前说过要小心乔家人，运送粮草也算是军事机密，我还是不能直接告诉小桃。哎，说错了，是10只猴、7只猪驱赶1辆车，那每辆车上需要运送12担土和18担木头，总共需要运送500担土和
700担木头，那我总共需要多少个猴、多少只猪和多少辆车了？哦对，还有，就是路程需要14天，单日来算的话，猴需要2升，猪需要3升。猴吃什么？猪吃什么？猴吃土，猪吃木头。你扶我一下。你总共需要运500担土，700担木，那就是400人300马40辆自重车。400人300。按你们魏国的单日军需标准来看，单人每日主食2升，马匹豆料3升，运输14天就需要112担米，126担豆。辎重营士兵本就自带3日口粮，最终运输到目的地的话，还剩412担米，574担豆料。这些粮食够1万人马吃3日左右。不过荣郡人口不足1万，如果熬成粥不湿的话，还能多撑些10日，足够南军想别的办法支援了。哎，啥的荣郡？我啥时候说过荣郡？是猴、猪，你咋知道？据我所知啊，辎重兵每日行进30里，加上负重损耗，14天也就是行进390里到400里。离余郡如此距离的，就只有正在闹饥荒的荣郡啦。好好办差，欠我一个人情啊！主公准备这些东西是为了支援荣郡啊！这贴仔细些啊！哎，是。女君，请用茶。阿香，哎，把那个花弄得好一点啊。好。小枣，你再去拿些墨条来吧，要不这个字的颜色深浅不一啊。使君。表兄，弟妹的笔墨高致典雅，真实自如其人，更有着墨香馥郁，与弟妹可谓浑然天成。表兄谬赞了，只是祖母寿宴将至，且在这里做一些装点筹备之事，没想到在表兄面前献丑了。墨条没有了，我去取些来。